自己的身体我会负责。要不要再治疗下去，我会看情形了哈。我现在人在新加坡，你不要再打电话来啦。什么？你介绍什么医生嘛？不需要，莫名其妙。我操！烫死人了你！你走路没看人的？Sorry uncle, sorry 好了，别再擦了，越擦就越脏了。我不是故意的，sorry，是我不小心的。是我突然间转身才会撞到你的，你 sorry 说个不停，像你这样没错都变成有错啦。没关系的，只要你不要生气啊。阿拉妈，你的衣服脏了，不如这样，我赔你钱。哎，你的衣服也很脏，是不是我也要赔你一件啊？哎呦，我赔你，你赔我啊？那就算了哈，我们不用赔来赔去，扯平了哈。像你这样有公德心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了，弄脏的地上还会骂干净。我是怕等一下人家踩到会跌倒。你叫什么名字啊 ？Jeremy。你为什么不敢看我？怕我啊？不是，我不认识你啊。现在不就认识了吗？你可以叫我安哥利。哦，安哥利。你就住在这里附近啊？你呢？我从台湾回来。台湾哦，你是台湾人？不，我是新加坡人，我去台湾做生意。台湾那里很漂亮的。你去过吗？哎呦，没有啊，我是看台湾电视剧看到的。你整天哎呦呦，让我想起新加坡以前有个电视剧，也有一个哎呦呦。哦，对啊，早安老师，哎呦呦老师啊。对啊，那时候我还在新加坡，你应该还没出事吧？还没有啊，可是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很多旧的电视剧耶，不管是多旧的电视剧都能看到。安哥利啊，你也喜欢看电视剧哦？是啊，我真的是很怀念新加坡的电视剧啊。那我可以帮你下载啊。真的啊？那就靠你了哈。好。老爸，吃午餐了。呢，时间刚刚好，来，加料。无事献殷勤啊！快说，是不是又闯祸了？ABC 的，你不要把你儿子想得这么糟，可以吗？我是很爱你的。啊！少来，热死了！快说，发生了什么事？哎呀，没有啦，我只是觉得我有个这么好的老爸，真的是太幸福了。把你养到这么大，现在才知道。我是最近看到猫哥的老爸，我幸好你不像他那样不管我做什么你都是很包容我。你在哪里遇到猫哥的爸爸？我邻里帮喽，他来找猫哥哇，你都不知道他有多难搞霸道蛮不讲理还说我们像蛇跟老鼠一样蛇鼠一窝包青天和包租婆都被他骂，说包租婆带坏他的儿子，不管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难怪每次我问猫哥有关于他爸爸的事，他总是不愿意多谈。真的是野蛮的老头那你想我老爸这么好？哎呦，终于懂得你老爸的好了吧？我坐牢你还帮我带 baby， 坐完牢了还让我回家。其实我早就对你很失望了，是看到阿哥还小，就等等看你会不会改咯。所以你没有放弃我吗？我真的很感动。讲的容易啦，谁不会？easy 来 ABC 来，老爸吃多一点啦。猫哥，午餐你想吃什么？
，brother，帮我们打包嘞，我想吃炒粿条。我约了安哥丽啊，今天不能帮你们打包。安哥哩，谁来的？没听你提起过啊，怎么认识的？哦，那天我的茶弄脏了他的衣服，我说要陪他，他却说我的衣服也弄脏了，就扯平了。哼，这个安格丽还蛮明白事理的哦。他说跟我聊天很开心啊，所以今天约我出去，说要请我吃饭。你叫他安格丽，年纪应该不小吧？哦，对哦，他比安哥部长老哎。啊，这么老啊？你们有东西聊没？有啊，就聊电视剧哦。他说以前他做工没有空看电视，现在退休有空了，所以叫我介绍一些好看的电视剧给他。哦，原来喜欢看电视剧的，难怪可以混在一起。你们才认识没几天，他就主动接近你，小心被人家骗啊！大哥，我又没有钱，没有什么东西给他骗了。我超能力比你们强，救孩子的事交给我。你看，这3个爸爸都是蠢蛋，尤其是那个坐牢出来的，孩子都不长进。哎呀，你为孩子做这样都没用的。哎呦，他们是有误会，儿子才会讨厌他的。父亲坐牢，孩子不学好，混黑道贩毒。哎呀，这父亲又心软，帮孩子掩盖罪行，这样啊，只会让孩子不知悔改。他的爹地很疼他的，他们很大惊啊，我看了都哭啊。如果我有这么好的爹地，我一定会听他的话，不让他伤心的。你爹地不在了，我的爹地已经死了，我想爱他都来不及了。你这么乖，这么听话，你爹地的心里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那安哥丽啊，你有没有孩子啊？我有一个儿子，说到他我就心痛。为什么？我儿子跟你一样，本来是很乖很听话的，后来变坏了。他老妈也是被他气死的。来，我帮你。用这种杯子喝咖啡才会有味道。现在的咖啡店很少用这种杯子了，我怕这里没有，所以就带过来。你真贴心。是啦，我刚才忘了问你，这个杯子你从哪来的？哦，从我工作的店里啊。你工作的地方有卖咖啡？不是，我们是卖二手货的。就是那天我们撞到吐司店隔壁的邻里帮啊。邻里帮？你竟然跟那帮人混在一起？你是说大哥和大哥啊？他们虽然坐过牢，可是他们都是好人了。好人怎么可能坐牢呢？你还跟他们称兄道弟，你真的是变坏啦！不行，听我的话，马上离开这班的越远越好。嘉宾，安哥部长，他是谁啊？这是安哥丽。这位先生，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凶？我在教他，关你什么事？他是我的朋友，我不准你欺负他。你是谁啊？好管闲事。安哥丽啊，这是大哥的爹地。哦，混混的老爸。哎，我儿子现在不是混混 ，OK？你身边为什么这样都不三不四的？你说这不是不是啊？为你不三不四，你不要讲，你根本就说不三不四，我就说你哎呦，安静！你说什么？我说你不三不四，对呀，你说什么？
Hello， 安哥这啦？喂，Jeremy，怎么？你先别急，慢慢说啊。我老爸跟谁吵架？安哥部长跟安哥丽吵架啊。管好你当混混的儿子啊！不要看我，当混混的叫坏人的，混混就是混混。关你什么事啊？大哥，他是你爸？你们两个怎么吵起来了？哇，你爸爸蛮不讲理啊，硬是骂我儿子是混混的。哦，原来你们是两父子啊，难怪啦，龙生龙，凤生凤，生不出好东西来。哎，骂我就好，不要骂我老爸哦！不要以为你是猫哥的老爸，我就不敢。安哥部长，对不起啊，我爸脾气不太好。你为什么跟他们道歉？我又没有错，莫名其妙，跟你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安格丽，老爸，他都不讲理的，你跟他吵架做什么？安哥部长，不好意思，我替我爸向你道歉。哎，不用，不用。我之前就听阿元说啊，他这个人呢不容易相处，今天啊总算领教了。我爸一向来很主观，比较容易先入为主。不过他没有恶意的。毛哥啊，你老爸啊都对外人管东管西的，对你啊肯定更严厉啊。哇，你小时候啊肯定过得很惨啊，难怪啊你会离家出走啊。有这种老爸，我也不想回家的。你现在终于知道当我儿子呢有多好命了吧？所以不是说要对你好一点。其实我爸只是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身上，要大家照着他的话去做。他是霸道了一点，不过他的出发点也不完全是错的。哇，你老爸对你这样，你还帮他说好话，毛哥啊，你真是个好儿子嘞！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还会站在你爸的立场为他着想，这表示你还是爱他的。以前是我不懂事，我们两个的性格又很倔强，才会搞到现在这个地步。也许你说的没错，我还是爱他的。只可惜我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不是说要修补就能修补回去的。两父子哪有隔夜仇呢？只要你们还关心对方，还是能够挽回的啊，不要放弃。都快40岁的人了，还是那个样子。回来了，小凤，你为什么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打架呢？啊！站住！跪下！快，不要惹爸爸生气，快点！给我跪下！快点，不要惹爸爸生气，快点，乖，乖！我平时怎么叫你啊？你不学好，偏偏学人家打架闹事，当混混，你不知死活，我的面子全部给你丢光！不要打了，儿子都20岁了。就是因为他20岁，我才要打死他！你滚开啊！你为什么推他？你是不是想气死我？站住！你才刚从警察局出来，又要去哪里了？你不想看到我吗？我不是消失喽？你3天2头打架闹事，搞到我要到警察局保释你，你是不是觉得很光彩？你怕丢脸啊？不要来了！我花这么多钱培养你，你竟然不学好，跟着这个女人混黑道，你是不是想自毁前途？我不准你再跟她来往，跟我回去。我警告你，你不要一直在那个女人，她是我女朋友某某，跟她在一起，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就是因为我给你压力，所以你就故意这样来气我，是不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说你是为自己好？这些年我真的很累，我不要再照你的安排过日子，我不要做你的傀儡了。我是你父亲，我管你有错吗？我要你马上跟我回去，
要么你就继续读书，要么就跟我好好的学做生意。我才不跟你回去，家里有个听你话的妈就够了，我不要像她一样战战兢兢。哎呀，给我滚！我跟我爸闹翻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家了。就算经常进出监狱，他也不再管我的死活。那你的妈咪呢？刚开始，我妈还会瞒住我爸，偷偷来监狱看我。可是后来，也没再出现了。一直到我出狱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原来已经离开了新加坡，彻底的放弃我了。结果，我妈去世，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连她最后一面，我也没见到。哎呦呦，大哥ABC 的，原来你有一个那么无情的老爸，换成是我，我也会离家出走的。都这么多年了，不管谁对谁错，都没办法再回头了。可是大哥啊，既然安哥丽会回来，他是不是已经原谅你了？都快20年了，不是一句原谅，还是放下就可以解决了。王根，你还没睡啊？王根，安哥部长，什么事啊？看到你房里的灯还亮着，睡不着啊？还在为你爸爸的事心烦？我也想好好跟他说话，但是每次见面都会吵架，怎么这么难啊？我也常常被阿云气到半死。你爸的心情，我多少可以了解。又想关心，到最后总是生气收场。其实你爸是关心你的，如果他不理你的话，就会回来了。安哥部长，有没有想过要放弃阿元啊？当然有了。每次他去坐牢的时候，我就想，这臭小子，我再不要理你了。可是阿哥还小，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出事后，妈妈就跑了，总不能让他连爸爸都没有吧？气归气，阿元始终是我的孩子。他今天会变成这样，也是因为我没有把他管教好。天下父母心，你爸跟我一样，都养了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所以啊，他的感受应该是跟我差不多的。可是当年他却放弃了我，还带着我妈离开。那你呢？是想要放弃，还是要跟你爸和好？你爸算是踏出了第一步了，下来怎么做，就看你了。我一进来就闻到传统肉干的味道了。哎，给我一包原味，还有一包辣椒的，每包1公斤。哎，我们进去看看。哦，哦，肉松我喜欢，配粥吃最好了。安哥丽，哎，就拿这一块。那里还有啊。哎，走。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肉干啊？哦，是大哥告诉我的。
他说他小时候你常常买肉干回家给他吃。安哥利啊，其实今天我也有叫大哥过来呀，可是他怕惹你生气，你不会骂他对吗？是因为他心里有鬼，有什么好怕的？哎呦，安哥利，你误会大哥了，他的人真的很好啊，而且他很在乎你的。如果他真的是在乎我这个做爸爸的，我们两个人今天就不会搞到这个地步了。20年前，当他离开这个家，我就当这个儿子没有啦。还有啊，你最好少跟他在一起，别让他带坏了。安哥利，哎呦。原来我喜欢的日常，就是我已改的习惯。上班、吃饭、追逐夕阳，城市灯光都成为正常。原来我向往的日常，就是我已改的习惯。习惯你幼稚的模样，和你泡咖啡馆，话题从不间断。明明只是朋友的在乎你比别人多。多到你每个小动作还会反复重播，把我视觉拿走，逻辑没收。我其实没你想象害羞，和你一起。